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满幸福家第14季第12集。无聊小新看着无聊的节目，消遣着开学前的最后时光。这时，辛巴也加入了他的行列。他们来的不巧，刚才节目被禁播了，电视临时插播了一条阿可汉堡的广告，一整头牛被丢进了火炉，面化汤汁浇上了模具，成型之后夹在面包中间，就是全新的肋排三明治。作为一个重度吃货，辛巴恨不得马上就吃到这新品。小新忍不住提醒老爸注意身体，并再吃油腻食品，未来心脏搭桥找不到腿静脉了。辛巴听到后一脸轻松，我胳膊还有静脉，当事人都不在意，他又能说什么呢？小新当即选择了乖乖闭嘴。返校第一天，学校召开师生大会，正好遇到了小胖子。小新就问他假期过得如何，谁知这个问题引起了连锁反应。谁能想到他这家竟然和班长一起度过呢？而且马丁一不小心还说漏了嘴，小胖子在模拟舱吐了的事。这下他在同学们面前的凶狠人设是立不起来了。新学年就有气象，小新还那么喜欢笑话校长，小妹呢还是那么喜欢全校拼写冠军大赛。看样子他这学期也是个招人厌的好学生形象。小新对于学校的比赛向来不怎么热衷，看到小胖子拿自己拼写的字母嘲笑，他也不甚在意，能博人一笑，他觉得自己任务已经完成了。校妹则成了冠军去的，在学校里这本就是他的囊中之物，更别提他最后的对手还是眼镜仔。这家伙连单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拼写错了。获得学校冠军值新小妹的起点，接下来他要作为全校代表备战周拼写大赛。看同学们为自己而欢呼，小妹激动万分，她将这好消息告诉我爸妈，看来拼实力也可以得到大家喜欢嘛，这还不是最激动人心的。校长还告诉他，如果赢得了周赛，就可以继续参加奥林匹克拼写竞赛。再说辛巴肋骨三明治发售那天，他刚好经过快餐店，听到门口那吉祥物卖力吆喝，他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却没有马上进去。毕竟这种广告和食物不符的情况他遇到太多次了，他可不想这时候又被虚假广告欺骗。这还不简单，吉祥物表示自己身上就是酱料，可以先尝尝味道，再看有没有品尝的必要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尝过一点酱料之后，辛巴立刻被这美味给征服了。我真想一天到晚都舔着你。肋骨三明治味道果然也没让人失望，将它吃进嘴里的一瞬间，辛巴的眼神又变了，全身颤抖着，脑海中回荡起来吉祥物的笑声。紧接着，越来越多的三明治进入他的腹中，最后整个人都吃傻了，肚子也大了，皮带也松了，还张牙舞爪流着口水，着实把小店员吓了一跳。若不是实在吃不下了，辛巴故意能把店吃到倒闭。周拼写比赛那天，小妹是毫不费力赢得了冠军。与此同时，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啦啦队，这也算是让新小妹的高光时刻了。辛巴就提议全家一起看电影庆祝一下，就在这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时光。辛巴既然想要溜号，给出的理由是有正事要办。他所谓的正事，其实就是和好基友一起去吃肋骨三明治。他们来的很不凑巧，这是限时供应的，现在还没有到时间。辛巴绝望了，他可是连自己的女儿都拒绝了。可能是他的吃货诚心感动了上天，就在辛巴准备妥协改吃大薯条的时候，恰巧遇到了一个肋骨三明治的粉丝。他见辛巴也是忠实爱好者，就将肋骨三明治在全国巡游试吃的消息告诉了他，还向他展示了地点和时间。得知他们粉丝团还专门跟着三明治的车，辛巴心动了，马上准备跟随他们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毕竟人生苦短，应该及时行乐。自从在周比赛上获得冠军后，小妹就成了春田镇的红人，甚至电视上还报道她即将参加奥拼大赛的新闻。虽然这个比赛涉嫌抄袭奥林匹克大赛，不过受关注度还是很高的。现在新小妹那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不管人们让她拼写哪一个单词，她总能又快又准。从未体验过受人爱戴新小妹被冲昏了头脑，甚至开始觉得会拼写单词的人将会替代运动员站在万神殿的顶端。下面那些拥护她的人听到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言语，纷纷表示出对新小妹的唏嘘。这样小姑娘终于认清了现实，忙说自己只在开玩笑。终于，万众瞩目的拼写奥运会拉开了帷幕。简单的仪式之后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小妹的实力自然是没话说，不过论讨人喜欢，她要比不过另一个小男孩了。这孩子戴绿色帽子和蓝色眼镜，声音清脆，长相可爱，收获了一票观众的心，甚至连新妈都表示想要帮他在睡前掖好被子。你说这话的时候，有考虑过小新的感受吗？通过几轮激烈角逐后，前3名已经产生，除却新小妹，还有一个小女孩和刚刚提到那位可爱的小男孩，明天就决战了。没想到辛巴又表示不能来，原因就是明天是肋骨三明治在旧金山搞活动的最后一天。小妹有些难过，就因为一个三明治，辛巴就要缺席自己人生重要时刻了。辛巴可能也是自知理亏，但又不愿意放弃美食，只能跟小妹扯什么兄弟义气、自由和平之类的。好吧，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3天没吃那个三明治了。辛巴安慰女儿，就算辛巴不去，他一定会拿冠军。这倒也是。想到这里，小妹又激动了起来。明天以后我就拼写女王了。这时，比赛负责人突然打断了新小妹的欢呼，说想要借用2分钟单独和她谈谈。负责人开门见山，只说现在拼写比赛前途惨淡，若是不能产生一个有魅力的冠军，他们的节目就会没有收视率。小妹还以为他是在鼓励自己一定要夺冠呢，没成想人家是来劝她放弃的，因为他已经决定让那个受欢迎的小男孩
当上冠军。现在观众席上的女观众都开始给她送眼镜了。等到她夺冠，那必然会引发社会的热烈反响。没想到是要让自己在比赛中作弊，辛晓梅义正言辞拒绝了，并态度强硬地表示要我拼错，除非要我死。负责人既然已经找到她，当然是做足了准备。他向辛晓梅承诺，只要她肯帮忙，他们会保证她拿到心仪的7姐妹学校的奖学金，全奖上大学，还外加一个电炉。晚上，辛晓梅进入了梦乡，登上漫长阶梯，姐妹正在此等候。她们告诉她，想来谁家尽管开口，无论是紧邻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纳德学院，还是挨着哈佛的拉德克利夫和维尔斯利，还是其他4所学校，只要辛晓梅愿意，他们的大门就会为她敞开。面对他们的热情招揽，辛晓梅依旧意志坚定，表示不会为了上大学就放弃冠军。然而他们的劝说并没有停止，用魅惑人心的嗓音邀请她放下架子吧，Lisa，全奖上大学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辛晓梅直接被吓醒了，她这一尖叫把辛妈也给吓醒了。辛晓梅没有直接将负责人的事告诉了妈妈，她想这样知道家里的条件能不能供自己上大学，光靠辛爸那点工资当然是不行的。不过辛妈表示她可以教人弹钢琴，可你根本不会弹啊，教课前一天现学不就好了吗？看样子她上不了大学了。辛晓梅觉得自己应该省省力气，以后就加以演练算了。没想到还有这等送上门的好事，哪怕只是幻觉，英仔就已经满足了。第二天，人们早早聚在快餐店外，等待肋骨三明治来这里试吃。不曾想，他们没等到三明治，却等来了小丑阿可。他很抱歉告诉这些忠实粉丝，肋骨三明治再也不会有了，因为被用来做肉饼的动物已经灭绝了，不是猪，也不是牛，是一种很小、腿很多的生物。具体是什么就不好公之于众了。除了告诉他们这个悲伤的消息，阿可还带来最后一个三明治，以示感谢厚爱。在抢东西这件事情上，还没人比得过辛爸，于是他立刻成为了香饽饽。他们甚至愿意倾家荡产来换他的肋骨三明治，还有一个人愿意将租来的豪车送给他，因为租的发音神似 Lisa， 一下就让辛爸从对三明治狂热中回过神来。他不敢相信自己就为了一个三明治选择错过女儿的好戏，于是他用三明治交换了豪车，往比赛现场去了。此时比赛正进行到白热化阶段，正是那个小女孩的答题时间。看她拼写的磕磕绊绊，负责人满意极了，根本没有给她拼写完整的机会，就直接给她淘汰了。接下来是那个备受欢迎的小男孩，面对他，负责人的态度显然就好多了。等他拼写完成后，直接表示冠军非他莫属。小妹的单词比较复杂，不妥协。负责人显然是在故意为难他，造的句子都是小女孩的不妥协毁了她的大学们。听到这话后，小妹的心情有些复杂。这时，辛巴来到了比赛现场，大声吼道：“爸爸赶来看的独舞表演了！”这极大的鼓励了辛小妹，她决定绝不妥协。然而，当她流利将一连串字母拼写出来的时候，却被告知弄错一个字母，辛小妹绝望了。谁能想，她拼尽了全力，却依旧输得一干二净，没有冠军，也没有奖学金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更让辛小妹伤心难过的，还有失去一个让大家喜欢自己的机会。然而出乎意料是，人们都在家门口为她欢呼。镇长表示，拿了全国亚军，已经是镇上最厉害的人了。看到大家仍旧将自己视作骄傲，辛小梅一扫之前的阴霾，感谢春田。没想到还有惊喜，为了表彰她，镇上还在春田山上雕刻巨大的辛小梅头像。以前网上流传了一句话：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但不努力会很轻松。这句话可以说完全契合了辛小梅的经历，只要稍稍放下水，就能轻松进入心仪的大学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似乎都很划算。然而，即使想到自己可能会庸庸碌碌过一生，她依旧没有放弃所坚持的原则，而是努力拼尽一切去赢得胜利。这并不是出于对成功的渴望，对被喜欢的向往，更是因为只有努力，这一切才有意义。如果考上大学不再是因为优秀，而只是一桩交易；若人的喜欢只是建立在外表的美好，而非内在才华与能力，那么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相比于那些含着金钥匙、长相姣好的人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普通人，唯一能够依靠的不过是自己的努力而已。若是连这个也被放弃了，才是真的一败涂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